这本来应该是在1个小时前就开始直播啊，但是确实是没有吃饭，然后下午的事情还是多。不过7点如果能播的话，我实际上8点半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已经8点17了啊。大家晚上好啊！夏时期的中国这个展览，其实在4月，我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要跟一个叫山西太原的，我邀请的山东青州博物馆前馆长王瑞霞老师，去到山西太原山西省博物馆进行一个南聂水石刻造像特展的分享。而特展的一个分享，那个时候刚好我的朋友也参加了这个团线嘛，就跟我说，你还是能够早来一天，带我们去看一看山西考古博物馆最近刚刚上新的两个技术陈列，里约中国和和合中国，这是2个。然后还有，当时我也还看到了山西省博物馆在自己的分馆山西青铜器博物馆有一个特展叫夏时期的中国，当时我就想去看嘛。当然同时期像山东省博物馆的举文化展，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早期文明展，我都是要去的，但是时间关系嘛，都是没有去到。我想下个星期找个时间，我可能要去一趟西安，然后把咸阳和西安的两个活动给做了，就是一个展览我就看掉，然后再回到回河南啊，别回河南了，我再回来嘛。好，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我还是用原来我经常做的一个方式，就是我通过用手机拍照的方式，把我们拍摄把我们需要的现场展览的一个概况，用手机的拍照的方式拍下来，然后在视频号上跟大家进行一个直播。我后期的话，我们还会开那个 B 站，B 站的一个直播。小红书就算了，因为发现小红书人不怎么看直播。好。它这个展览叫夏时期的中国，实际上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我们认为在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所谓的公元前2070年左右到公元前16世纪，就是商建立为成汤灭夏之后的这个历史节点之间，大概夏的纪年是500年。所谓的夏时期的中国，我们其实是采用了这个时间维度，大概是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1世纪这500年间，我们认为文献上夏或者叫文献当中记述的夏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有加以考古材料进行分析。这个展览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像什么文献讲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一地区这一时间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进行对照对应，一般是这么比的。好，先说那个文献当中，这个地上材料要看，地下材料也要看。地上材料呢，主要是历史学家对文献的加以分析，史学家的眼中的夏。这边是我当时拍了一下啊，我们放大看。因为也有同学是这样，我们有朋友跟我反馈，我讲的这个展览的现场就比较散啊，只看哪讲哪，这没办法，图片讲展览就只能这样。如果你现场看的话，我讲的就更加系统，或者就没有那么细碎。但是我们直播的时候嘛，闲话可能是多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放松的环境。而且咱们也能够看到原先我们在现场可能忽略的一些信息。史学家眼中的夏，这个展览当中肯定这些是胡适了、王国维了、郭沫若了、傅斯年了、顾颉刚了、胡后夷先生了，
都不同的提出了夏。我们还是看胡适先生就算了，看那个王维和郭沫若、傅斯年他们的。看王国维《古史新政》里就是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甲骨文考证商代时期，与《史记》殷本纪记载高度吻合，由此证实司马迁著作并非注释，并非凭空杜撰，因此他断言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当然先生已经做古很多年了，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这个商代是存在的，商代的世系跟甲骨文的世系跟殷本纪的世系是高度吻合的，那么能证明史记殷本纪的可行性。但同一本书上这段可信，那你不能推前代可信了。因为那夏后世系就是准的吗？其实是未必的啊。这个也是每次提到夏是否存在的时候提到的文献证据，提这件事，殷本纪当中记述的殷周世系、商王世系和甲骨文当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是有错的啊，有不一样的，但是是基本吻合，由此推想夏应该也是对的。但其实它是我这一得到1加1等于2，那2加1，那它或许等于3，它或许不等于3。然后傅斯年先生也是讲《左传》《国语》《诗》《周告》《史记》《战国策》居各书章中所记夏历。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都是晚期文献啊，《左传》《春秋左传》啊，《战国》成书，《国语》诗的话成书年代可能更晚一点，《周告》《史记》《战国策》这都是战国秦汉的文献了。据上述各地所记之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天的山西省南半及汾水流域，经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及伊洛松高一带。以下东西说这个确实如此啊。我们现在去找夏文，我们认为夏文化的所在地也确实在此晋南豫西。我们认为呢，包括二里头遗址也在这个所谓的豫西地区啊，在今天的河南也是二里头山西南部也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跟文化遗存。你看偃师一带新，顾颉刚先生写给李民的信当中就写，偃师一地新发掘的表明，龙山文化下层为殷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的建筑遗址可能是夏代物。他这个有道理啊，这个是晚于龙山文化嘛，这也可以加，它晚于的确实我这一得到1加1等于2，那2加1，那它或许等于3，它或许不等于3。然后傅斯年先生也是讲《左传》《国语》《诗》《周告》《史记》《战国策》居各书章中所记夏历。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都是晚期文献啊，《左传》《春秋左传》啊，战国成书，《国语》诗的话成书年代可能更晚一点，《周告》《史记》《战国策》这都是战国秦汉的文献了。据上述各地所记之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天的山西省南半及汾水流域，经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及伊洛松高一带。以下东西说这个确实如此啊。我们现在去找夏文，我们认为夏文化的所在地也确实在此晋南豫西。我们认为呢，包括二里头遗址也在这个所谓的豫西地区啊，在今天的河南也是二里头山西南部也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跟文化遗存。你看偃师一带新，顾颉刚先生写给李民的信当中就写，偃师一地新发掘的表明，龙山文化下层为殷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的建筑遗址可能是夏代物。他这个有道理啊，这个是晚于龙山文化嘛，这也可以加，它晚于的确实，这也是我们一个怎么去认定夏文化的一个推理逻辑。其实它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又早于郑州二里岗下层，也就早于我们认为的商文化前期，又晚于河南龙山文化，那么一家就认为它是
所谓的下文化。当然这个句话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他可能历史学家来讲，他这个首先是承认下的，你才能认定这个东西属于下，首先是存在的，这个东西存在下，所以才能推得出来。如果下根本就不存在，那中间的这个地层的文化，就晚于河南龙山跟早于郑州二里岗下层，这个文化未必就是我们认为的下文化。当然这是个逻辑性问题啊。考古学的寻找下区域中国考古，26年第一代考古学家李继及同仁他其实是发掘了山西下县西营村。我觉得但是我去过那个遗址，我就个人觉得那个遗址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仰韶文化的东西太多。1931年，徐中书先生向仰韶文化分布与传说中夏文化的活动力重合，推测仰韶文化及夏文化的考古学体现。当然现在看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啊？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夏文化是夏文化，中间还加个龙山的，还首创了文化特征比较法，但它的方法是没问题的。夏代文化、夏族文化、夏后氏文化等名称，开考古学文化与文献结合，以族属命名考古学文化之先河。这个方法论和表述逻辑是深深的影响了现代中国考古的，但他的结论未必是对的，这很有意思啊。有些考古学家你会都发现他们分析问题的时候，他的过程是对的，结论是错的。那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论重要？都重要。1959年，徐旭升先生，我们看这是徐旭升先生，这是年轻他中年时候的照片了。我们在很多这个资料当中去看徐旭升先生照片，都是一把胡子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形象了。其实59年的时候，他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年纪，是一个中年人。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升先生在全面梳理文献的，在寻找下区也是在晋南玉溪，这个是没问题的。地理单元上的位置晋南玉溪，那文献上呢，还有寻找下区中国考古，那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的学家、历史学家的眼中，还是考古学家眼中，都认为这个下在哪儿？晋南玉溪。但是是不是通过文献的帮助呢？最起码是有所记载吧。文献当中有关下的记载史记尚书禹浮土随山堪木垫高山大川，这个尚书禹贡当中这句话，在西周中期的青铜宣器兵保利博物馆所藏的青铜曲当中就有这句话，类似的话，天命与浮土随山汛川。这个是呢，史记下本纪这段叫商宋洪水茫茫禹浮下土方，左传哀公7年禹和诸侯于涂山，指玉帛者万国。当然那时候的国可能是就是城邦制国家嘛。国语周语当中也西伊洛节而商亡，西伊洛节而夏亡，河节而商亡，黄河枯了，那商是灭亡的。伊洛河枯竭了，夏才灭亡。这个伊洛河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盆地一带，有伊河、洛河合成伊洛河，汇入黄河。我们老去巩义石窟寺的时候，他们对面石窟寺对面远远的那条河就是伊洛河。世本居篇夏禹都阳城，必商君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应该在安邑，在晋南地区，晋阳在晋中了。那个时候是还不属于所谓的夏文化的主要范围。大道之行也，与3代之营，丘魏之歹也，而有之焉。这是孔丘吧？丘魏之歹也，而有之焉。这是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与3代之营，丘魏之歹也，而有之焉。他没有完全做得很好，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有兴趣去做。大道之行与3代之争，这孔子的话就是好话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夏曰孝，殷曰序，周曰养，学则3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就学养序，其实在后代这个文献当中，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口中它就是一个就学校的代指了。但是这个孝有意思，下代就叫孝。竹书纪年，太康居真寻，意义居之，节有居之。现在看真寻，夏都真寻，有人就说是二里头遗址。青花简引至自西简西也，堪其有下。人就说有本书叫简商，这边是简下。自西简西也，西矣堪其有下。
当然，这个文献呢，实际上都是晚期文献了，包括这个只有《尚书禹贡》看似可能是早期文献。最早以《史记》《尚书》当中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史最早的记载，但是比这个更早的西周中期的《兵工曲》，它上面铭文都是有的。但是有意思，你要注意啊，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上是说夏存在啊，由于天命与浮土，随山巽川，垫高大川啊，大概我看最后一句可能有点问题啊。但是西周中期距离夏代，你就算是西周中期，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这是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啊，灭商。公元前771年，将近这200多年，再一算，800多年，8、900，公元前8到9世纪的时候的器物，你去推断在公元前21世纪的一件事情，你差了1300年呢。就是你晚期，咱们现代的话往前推1300年，公元8世纪左右了，唐代。你唐代的事情你说得准吗？即使是现代你说不准。好，我们就当然它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还是采用其实文献上实际上是给了一个指导，就是所谓的夏文化的核心区在哪里？晋南豫西。那这个展览的一个策展思路其实还是说，我文献当中考古学家也好，历史学家也好，都会统一有一个认识，夏在哪儿？晋南豫西。那考古学上还证明，就提出了一个证据，一个那个观点了。那它可以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这中间这就是夏，中间这所谓的夏。那么，文化的相对年代出来了，这夏的相对年代出来了。而且它的大概的位置也出来了。那我们找吧，什么是夏？我们假定我们先不知道二里头是不是夏，先不谈这个问题。从这一个时间段内，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这个时间段内存在于今天晋南豫西带的考古学文化，都列一遍吧。最有名的第一个陶寺遗址，王老师又瘦了夏谢谢啊，我们这个。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我那帮搞科技公司的同学我穿上那个黑 T 恤之后，尤其像感觉那帮子融资了上几千万上亿的大哥们的样子。陶寺遗址距今4300年到3800年，这是考古学上的大概是距今4300到3800，是黄河中游最大的都邑性的遗址之一，也即古籍所在的帝尧之都这个陶寺是不是帝尧之都你可以暂且不表它是不是尧舜禹是人，还是说是一群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落民，都不知道的虽然说文献当中有这样记录李仁先生讲叫唐于夏，归于夏但是这个也是陶寺是不是尧都呢？它持续约500年的时间，尧那是他的创始人吗？考古发表明，陶寺已在这里建都、筑工史、观天象、严等级数理制出现王权制度及早期国家基础基本面貌。确实如此，大型城市，功能分区，有大型墓葬，还有高等级墓葬、中等级墓葬，以及那个这个特别差的一个墓葬，那就证明嘛，人出现阶层了嘛，阶级不同阶级是对立的。文化面貌这上面写了晋南地区繁盛的帝尧之都晋南地区繁盛的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这么说吧，我们看第一个，它从文物上讲的都有些什么？下边3个，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厨刀我第一次在那个陶寺遗址博物馆和山西临汾陶寺那个展厅里就见到这个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厨刀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东西像那个石镰或者石犁，说石犁是一种农具，但是仔细一看，它那个刀它那个判，我估计都就是那个出的嘛，可以当石刀，可以切肉，切的还是猪肉。山西陶寺遗址博物馆在进行场景复原的时候，是拉了一群的大白猪
你看乌克兰大白猪在那儿展示，就是做了模型，就说这个可以切肉，就这些厨刀，这些厨刀全是墓葬里出的，就证明，那你这个厨师就是做饭或者分割，应该他不是光是做饭的问题了，他应该是执掌分割肉食这件事情的，就是分配财富，肉食代表的是重要的这种营养，人体肉是蛋白质资源嘛。你分割蛋白质资源的人才掌握着，这也权力代表。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它可以分配资源。好，这个是陶寺遗址大墓里面出土的，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以及后石家河文化，也就是所谓的萧家屋脊文化特点的。因为它这个有一个介字形冠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介字形冠其实就代表了一种来自于良渚文化的一个神秘符号，但是它这两边的獠牙以及羽翅又有些像叫萧家屋脊文化，也叫后石家河文化的那个与神人面的剪影。这个还是那句话，早期的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传承超乎于我们现在对他们的想象啊，这个也是定点打孔拉线切割嘛啊，这个打一个孔，然后拉出来，组成了把这个介字形冠。我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这个符号呢，直接就做商标用了。好，玉琮内圆外方，它其实这个两种，这个陶寺遗址的玉琮和陕北石峁遗址的玉琮啊，以及商代周代那个大唐贵族墓葬里面出的玉琮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还有西洋文化的玉琮，你要分清楚。那个两种文化的玉琮啊，主要它是由圆而方，而齐家文化呢是由方而取圆。它中间的中介呢，就是山东的大汶口，山东大汶口到龙山文化，以及晋南以及陕北的陕北的石峁文化，它是个中间体，然后传到了齐家文化。这样的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形就传过来了，只是一个方形的圆筒，它只保留外方内圆，这就是所谓的琮。这出刀我专门还看了一下。好，玉钺，但是这个玉钺特别有意思，它这个玉钺的那个穿孔是在最中间，相对于中间了啊。旁边是这两件器物，不一定是陶寺的吗？是陶寺文化芮城清凉寺遗址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一些照片，我应该拍了啊。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4连玉璧啊，玉钺应该是陶寺的。啊，玉钺是陶寺的。这种连环璧，其实在那个齐家文化当中也有，他们有2黄、3黄、4黄、5黄、5黄、6黄、7黄、8黄，甚至我见过8黄玉璧，就是这用的一块圆形当中，它可能是用的同一块玉料，也有可能跟其他玉料掺和着来用，最后组成这种连黄玉璧。似乎是一种特殊的礼仪要求来制作，而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要求和礼仪过程来特地制作的这种特殊的连黄玉璧。到底怎么办？不知道啊，你要看它出的位置。有的时候呢，齐家文化是这样，它这个齐家文化的玉璧啊，就是有点像连黄玉璧啊，就有点像下边这种，一边2个孔，一边1个孔，这个1个孔对1个孔，2个孔对2个孔，这样。当然你可以反过来，我觉得这样绑系起来比较稳妥，但也能看出这个4连黄玉璧啊，下边这一黄啊，跟上边这3个黄可能不是同一块玉料，是拼上去的，所以它也不是很圆啊，中间这个圆也不是很圆。陶陵，陶寺遗址的陶陵，新石器时代，这个是土骨嘛，你可以叫陶骨，也可以叫土骨，一般出现在陶寺遗址这种大墓里面。跟驼骨一块出，那个现场的时候就有那个朋友啊和团友就问我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敲得响，我说很简单，你做一个复制品，是在上面蒙上猪皮，蒙上兽皮，你可以猪皮、羊皮、牛皮，你大概你也可以这个蒙上鳄鱼皮、扬子鳄的皮，咚咚咚就可以敲。为什么我们知道当时蒙这个皮可以用扬子鳄呢？有2件事，一是分别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重阳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骨，和藏于日本关西
大阪应该不是大阪，京都全屋博物馆的商代晚期青铜壶，它的鼓面上都是骨板，就是鳄鱼皮的样子。而且在这种陶寺遗址的大墓里出现的所谓的驼骨，它的骨身是木质的，但是封口的地方那个驼骨遗址里面筛出来那种有骨板，我们就证明它那个蒙古的骨面用的是鳄鱼皮。这个一个一个的小乳突这很有可能是绑系那个兽皮鳄鱼皮的它为了增加这个强度，表面装饰了这种绳纹和这种绳贴塑的附加堆纹。头骨，你叫头骨实际上就叫陶骨磬有特磬。我们之前跟何导老师聊天的时候，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新石器考古的大专家孙忠平老师，我们聊天吹牛聊天，我就说他说那个商代就应该是有特磬石磬了，我说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末期，陶寺遗址就出现特磬。这个磬陶寺遗址这个位置大家可能没去过，它所在的现在的行政辖区叫山西临汾市襄汾区襄汾县襄汾陶寺遗址，距离这个陶寺遗址很近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叫丁村，也是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你对中国古人类学考古有过稍微的了解，你应该知道丁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人类遗骸和遗物的发现地。丁村遗址他们当地那个襄汾有最好那个酒店叫丁陶大酒店，就指着把丁村跟陶寺遗址都放进去。襄汾大家有兴趣可以住去看那个陶寺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你不想住临汾或者是自驾，你可以住在，我做一下广告你除了报我们的团以外，你可以旁边那个有一饭店的叫他那个陶寺丁陶大酒店那个下面有一家饭店特别好，好像叫晋十里香吧，还是晋味，就这一个晋字，味道特别好，我去过几次，后来去过一次之后，我们所有的团线的晚餐就是只要住在那个襄汾或者路过襄汾的时候都在那儿吃，就非常好，味道非常好。说的我都饿了。我们还看那个大的，为什么要提丁村遗址呢？因为丁村遗址现当地也有展览馆，我去的时候就发现那几个，他们就介绍，因为旧石器时代除了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这种人类的什么直立人智人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以外，还对这个石器进行研究。其实石器研究当中最有一个它采石场在哪儿吧？他们就发现这个采石场其实跟陶寺用的这个是特磬之间就应该是同一个地方，敲击有非常漂亮的声音或者好听的声音，击之如情我当时还跟大家讲，这叫野处穴居到诸城立邦真的是野处穴居到诸城立邦，击壤文明创自人们之长。这是出自河南省博物馆的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它的那个每个章节的引词都有一个前序言，就是真的是野处穴居到诸城立邦，击壤文明创自人们之长，人言一别，血脉苍苍。它就这么近的距离，它有一个城邦制的国家，也有早期人类体质，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的那个遗存，也很神奇嘛。当时使用的，他们一边是使用打制石器来做一个那个生产生活工具怎么剪下来的？求攻略，圣同学你私信我吧。是这个是吧？特磬这个也是墓葬床，我还专门去拍了一下陶寺遗址，这个从后面这个就有几个这个空心儿，他们客户这个团友就问我这个王老师，这个空心儿会不会能影响发声？我说不你要是闷上来更容易共振呢。你试一试，你做一个复制品蒙上兽皮，你看它敲不敲得响？这个是陶寺遗址的著名彩绘陶盆、彩绘陶罐。现在彩绘已经容易掉嘛，因为它是先烧后化，是这种颜色在上面是一种沾染。我们可以放大一下看一下，还能够看到有绿色，可能是来自于绿松石，红色可能是朱砂液或者是铁矿石。这部分这种灰黑色是补上去的，这个有颜色的这个包括这个耳畔是原物。这个其实可能也未必我就觉得它可能这块给洗了，把颜色洗掉了也有可能。
啊，陶瓷遗址城址的分布想象图，我们老师说的那个，你看它已经出现功能分区了，下层城院北门，然后普通民居在这儿，下层贵族在这儿，工程在这儿。实际上是不是工程呢？我们认为它是就行。观星台在这儿，至于它观象台到底有没有用呢？或许有用。为什么我真的在冬至的时候看到那个复原的观星台，它有一道光从那个冬至日的那个缝隙那个缝里面光线照出来。右下角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今天我们大概是9点半，还有大概1个小时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嘛。今天讲不完，可以明天继续讲。我这2天催我朋友吧，我们还今天周3，明天周4，我们争取明天就让他把这个照片给我，我们去山东举文化展，就明天可以讲了，要不然的话就得放到周6。距今是距今5000到4500年前的文化聚集形式图啊，这个红山小河沿。这是西料，它这个多重花瓣吧，这个是赵辉先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这中原文化中心论啊，这个是其实深刻影响了我们深刻影响了绝大部分的省级博物馆和国家级博物馆，以及地市级博物馆对这个文明叙事的逻辑叫中原文明中心论，一切以中原文明的标尺自新石器以来，甚至新石器代末期以来，都是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标尺来进行对比的展示。红山文化小河沿实际上西辽河了，长江上游，黄河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然后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然后这2条大河呢，再往北呢，西辽河地区，一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是那个西辽河文化，西辽河地区，这一共是7个。我们有像花瓣一样，我们叫多重花瓣花朵，中间那个花心啊，就是中原文化区。当然，就这个中原文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放这个啊，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文化聚落形态，都向中原汇聚。所谓的我们怪不得古人叫讲。得中原者得天下，但是你要想争夺天下，应该是其余一角，就是你才能这样逐鹿中原，否则的话，只是得到中原，居4战之地，无险可守，也并不是很好。我们老家就是河南的，我老家就是河南的，我太明白这个地方，真是4战之地啊，无险可守，赫巨都。它还以13万平米的工程成员及城门址考古发现看，其践行了筑城以卫军、造国以守民的防御和建成理念。那除了这个理念以外，还有那个管子乘马篇还有云呢。这什么意思？管子乘马篇有云：凡立国都不于高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广川之上，高物尽旱则水用足，下物尽水则沟防生。你看这个靠山面水，但是现在它这个看。都是沟啊，南河，包括这个城区也被沟，可能还有牵扯到一些水土流失和地形变迁。但就算这样，我们还是大概的把这个城门的城市的这个遗址范围给划出来，约13万平方米。注意啊，我们正偃师商城才2万。我们这个它比它晚，稍微跟它同期的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是1万平方米，13个这么大。大家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一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你对城市的概念你觉得对于无边无际了。但是古人不一样，13万平米是一个巨城，赫巨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一下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区的盘龙城遗址，那个城跟地主大院一样，我甚至觉得它都没有汪家大院了，跟乔家大院差不多，它就是一个城堡。但真正的巨都的话，其实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现在的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你城几平方公里，那都是镇子啊，县城，再到几十几到上百平方公里，这种大型城、超大型城市，我们是感受不到那种城墙的这种震撼，就是说城墙这种大小的震撼的。又回到这个关了，彩绘当耳陶罐。当耳陶罐其实可能就来自于西北地区啊，这种单盼耳的造型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西北地区。彩绘当啊，
赫赫剧都又是这个啊，受民以食，它是不是官相授时？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它是有岁差的，也就是说，我明确说，虽然我秋分、夏至都去过这个地方，我也亲眼看过在冬至那一天那个光线从所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冬至日啊，不是冬至日那天，12月22号从东2号岁。这个光线照进来，冬天的天气的晴朗程度和光照是最好的，所以冬至特别能看到这种天文现象，因为又冷，那我真的看到那个从大概是第9和第10中间的那个缝隙里照进来一个那个一条光线，还有一个迎日门，它是也就是说亲爱的叫何努老师在这发掘的嘛，当时我见到他了，刚好是前年的冬天，2024年的12月22号，我在那儿见过他，就有这个光线照进来。他还告诉我是冬11号岁呢，它是一个迎日门。我们榆次以前没有工大，但是我们的晋中是比北京还大，你想多了。因为太原的都喜欢这么搞吗？我们亲爱的宇文气功好像就是太原的。面积1740平米，我每年今年夏至没做，我后来想想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能赶得上，夏至又早，夏至日好家伙6月21日你得几点的往那赶啊？我们冬至早上就5、6点我就往那赶了，更何况夏至日。秋分我也去过，春秋分去过，但是夏至日没去过。但是我们现在我的一个合作老师新的一个老师提醒我，他反而说冬至那一天就能从那个缝隙里照过来，那个光线是是有问题的，因为调过。为什么？因为它是复原整理，想象复原首先就没这个。但你要明白的是，它肯定是调，因为有岁差，因为当时的这个冬至的就是所谓的一年当中最早的太阳日照时间最短的那天。和现在日照时间最短的那天不一样，不是同一天，但是应该动过，它有岁差就有问题。而且这个我们想想，它现在是现在是可以，你把这个光线照进来，是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算好了的，你就是首先掌握了这种天文知识，才能够做好这种设计，而不是说通过这些石缝就能观察得到的这种知识，而是你有这种知识才做了这些石缝。观象台可能是为了满足某种特殊的仪式，因为你知道知识，你就知道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知道你在这个时间点它会必然或者极有可能会发生的某件事，这叫规律。你对规律的认知，比如说冬至那天，或者是一年当中的太阳光直射夹角最小，同时太阳出现的时间最短的那天，他们古人叫日影应该是中午正午时，这个日影最短的时候，那个时候它是一种经验性总结，然后得到了这种规律性认识，再次在一种制作了一种特殊的一种场景，是服务于某种特殊仪式和王权神授的理念。就是为了这个我们应该是反过来想夯筑构成了观测系统，可准确推测时令节气，安排农耕。上述爻典当中观象授时的记载形成互中地爻制度形的确认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力它也就是有力了。西式指针这个刻字的甲骨以及刻画符号，当然这个刻画符号肯定不是文字了，彩绘陶罐，然后还有个铜蛙这种造型，其实在西亚乌脊文化的玉器上也有类似的蛙形的造型。古人对青蛙这种崇拜，可能造型崇拜是来自于对生殖的崇拜吧。玉神面、古黄，这古黄不用说了，现在的少数民族，某些少数民族都在用，还在是这么吹的。而且在陕北的石峁遗址，或者叫陕北晋北的石峁文化遗址群里也有发现。就关键这个朱书文字一个是文后边另外一个字别立定不了。现在有人认为是那个命，就是
禹的名字，文命。但是这个好，西市啊，崇山南北，那就是塔儿山，位于临汾东部啊。崇山的密集的陶瓷文化居留，陶瓷遗址为中心区，中区以北县城为北区、南区啊，共同5级聚落4层等级，这就证明你这个城市啊，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是需要周边的卫星城提供供养跟。那最起码，有些人制造陶器，有一部分人可以制作那个提供那个烧的柴火。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制作其他的专事农耕，这是功能分区。这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城市布局理念也有参考。陶盆，这是还是陶瓷吗？新石器时代，我看一下啊，义山陶瓷遗址离曲沃丰城聚落遗址出土，那也是陶瓷文化的吗？陶盆吧，这个等级相当低了啊，肥足力啊，单判肥足力啊，这可能来自于北方义城县南石曲沃县方城聚落遗址出土。好，右下角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因为有些展览我们并没有去到现场啊，你就没有办法，你没有财力，没有时间，或者因缘机会没有赶到。石黄，这个都是瑶都区啊，这个应该指的是与陶寺文化的某一个其他聚落遗址出土的器物，而且墓葬里出连黄组玉佩，不是连黄，是二黄玉佩玉璧，很正常，中间的，但是它这个玉质已经被侵染的比较严重了。2跟3尤其好玩哈，我们看一下，我专门拍了一下玉管啊，包括玉黄啊，都很好。这个2跟3，就这两个东西，它们定名叫绝。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缺口的，但是它是个长方体的。我就跟为什么叫绝？知道扣1，不知道扣2啊，就玉绝的绝。我们看一下啊，玉绝的绝，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叫玉绝？我们如果你对红山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个玉猪龙以外，还有一些早期的，包括兴隆文化都有一些管状玉绝，就是它是个圆柱体，中间打个孔，然后用拉线切割的方式把那个圆柱体的一个玉边啊给拉透，就形成了一个管状玉绝。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对管状玉绝的模仿，他只是知道它这个圆柱体中间要切一刀，但是他没有这种工艺的制作流程，先打孔后拉线切割，他怎么办？他直接用切片锯刀，亦或者是其他的有机质材料，石片啦、木片啦、竹片啦，裹着解玉砂去切割的造型，它很像，因为它是个 V 字形的凹槽，可能是这样的话，越靠近外面，从外到里去切割的时候，外部的磨损，外面又磨损越大，会形成这样的 V 字形凹槽。但是它的模仿的终极，它为了模仿的是什么？模仿的是管状玉绝。这玩意儿能叫玉绝吗？能啊，沈阳能啊，那就可以啊，模仿管状玉绝啊。你好歹是沈阳博物馆的哥们儿是吧？沈阳博物馆的叶文之，沈阳博物馆你们还有吧？那你去上辽宁省博物馆，它应该所藏有红山文化西辽就是红山文化的管状玉绝，实在不行你去趟赤峰也能看见，对吧？它可能就是模仿，我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也是展览过程当中跟大家吹牛的啊，玉月玉奔啊，当然是这有些玉月跟玉奔，像最右侧这个。它那个都没有磨损，肯定是那个礼仪场合所使用啊。10月，那叫10啊。5级聚落，1级陶寺南北2个区，2级、3级、4级、5级微型聚落，那有点像咱们现在的5级政府、省、市、县、乡、村、行政村5级。中条山下文化中，哎呀。
陶瓷讲完了，你看那个就开始聊中条山了，就是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晋南玉溪的遗址当中，有什么呢？可以认为是对应下的中条山。为什么要中条山？中条山其东北端陶瓷文化以周家庄遗址是晋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这个同学挖的。周家庄西段南路的坡头遗址发现大尺群形环壕及随葬大量玉器的清凉寺墓地。那个坡头遗址实际上是在那个中条山南路啊，这些是因为中条山是有铜矿的，比如说文喜县的千金爬遗址，还有国家博物馆所发掘的一个叫另外一个遗址，也是那个那个野铜或者叫矿就挖铜矿的遗址，写出社会复杂化、王朝文明前夜的历史场景。叫多孔石刀嘛，用管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端面管钻啊取的这个3孔石刀，但实际上这个石刀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是一个玉钺改的，中间这个然后呢就是在它的横面做了个3个孔，不知道是为什么，它也可以当一个斧钺所使用。绑记之后专门去拍了一下玉璧，各种玉璧。这俩玉璧我当时拍虽然糊了，但是左侧那是个多色玉，你叫它玉环也行，叫玉圆也行，玉璧也行，我一般都叫玉璧，这样统一。这两件玉璧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因为陶瓷文化的对晋南地区就证明有高等级墓葬，有较高等级的墓葬才会出土玉器。铜器是这样，玉器跟铜器都是向上流动的，它是稀缺的，所有的稀缺资源在人类社会当中都是向上流动的。这种多色玉璧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像齐家文化的那多色玉璧，来自于甘青地区的甘肃的2马料。好，连黄这个虽我纯粹是摔碎了啊，但是它也是1黄、2黄、3黄、3黄组玉璧，3黄连璧，但是觉得这个本来是一个2连璧，它可能是它为什么我们看，比如说这上面这个是裂开了，为什么不认为它我们现在认为它可能是一体的，只不过是脆了裂开了，是因为没打孔。打孔就证明当时的人是有意识为之了。不过这么看，他对他的玉器切割，我们现在把照片打出来之后，发现它最起码这原来应该是一块玉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一条那个切割的痕迹，从这块断掉和这块到这块，它是可以连线的。这个好像是连不太清，但是这2块是一块，都有那个好像是皮条绳裹着解粒砂对玉器进行分割的时候的留下的痕迹，糊状的。当然也有可能它是用楔头切出来的，这个要仔细看，当时没仔细拍。还有这个，你就是说它是玉璧还是玉珏同意玉珏的扣1，同意叫玉璧的扣2，因为它有条缝里面还有绿松石给填了，那你到底是玉璧还是玉珏？或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在这个礼仪或者是随葬这个墓葬当中，它必须要一块玉璧，你叫玉环也行，玉圆也行，那我统一叫玉璧啊，也随葬这个玉璧，但是呢，我只有一块破损的玉珏，我就把它填上去，把这个用绿松石把这个缝隙连接起来，送宝石以保持这种玉璧的完整性。有没有道理？有。我说到这儿，我手里边拿一块来齐家文化这个2025年7月，我在齐家明遗址200块钱在地摊上购买了一块齐家文化，感觉这个玉料我手里边拿一下，专门去看了一下。我不知道他们早切透了没有，还是说只是附了表面一层，这个要拿手里看，我也看一下它报告。有一种粘贴物埋藏地下之后那么多年它也没掉。文化枢纽是沁水县城，沁河流域属于晋东南地区了，山西晋城啊。八里坪遗址属于这也是陶瓷文化吗？100万平方米，是黄土高原东南部最大的新石器代晚期遗址距今4300年前，这里已经形成了3层重壕，
中壕沟面积达 5.5 万平方米，功能为工程，发现大型的，这个是东南地区的一个记录。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它也是依山傍水的啊，在重要的河谷地区，而且是水流交汇处，沁水河。那这个地方做的这个重要的遗址。陶粒肥带状粒扯犊子点2。好，这玩意儿呢，行，谢谢大家的互动，右下角点点赞，1949啊赞，现在是左下右下角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关注主播古麋鹿啊，这个旗下我就是跟扯犊子同学一块在齐家坪2025年我们俩一块去买了这个齐家坪这块200块钱买了一块玉石头，我也没有开，回头把它开掉。石卯遗址在同一个地区是晋南玉期，那我们范围更扩大一点，跟陶寺遗址形成直接互动跟对抗的，而且是很有可能是直接灭亡陶寺文化的石卯文化的重要记录遗址。石卯遗址是17强。这个皇城台遗址下面的，它的关键是在遗址上，它有这种横向连续对称的石雕的，像类似于像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这种兽面纹饰，很难得，王者之称。石卯遗址是距今4300年到3800年，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石柱遗址。今年我们夏天我们再发一个团嘛，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文明纵贯线去到这些地方。具有邦国都邑性质，遗址规模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功能齐备，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跟王朝文明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证据。说到这儿，我确实是想再去一趟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了一个特展，我们今天想吧，下15、16号吧，下周末，我们看我去趟西安，立体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形式。这个都不是，说实在的，都不是石卯钻，双盼耳的那个陶器造型可能是来自于甘青地区的可能是齐家，要么是凯越，齐家文化的一个这个双盼耳的葫芦造型，但是它这种材质灰陶和颈部这种这种阴线的旋纹啊，周圈旋纹啊，其实还有带有当地特点，而且这种包括齿口、折沿、圆唇、竖颈、斜尖、折尖的那个陶雷灰陶制的，可能是当地又有陶瓷文化的样子，但是材质又是石卯的高岭陶罐啊，神木石卯遗址出土啊，这种就有点比较有点像河南农山文化的那种肥带足粒啊，有盼耳，也是陶瓷的陶甲。你叫它粒吗？还是甲？他们叫甲。觉得可以，你也可以。但是甲是有盼的，这有盼吗？说有2个啊，有2个盼，这是2个盼。单盼耳的陶罐。好，石卯遗址的分布平面图啊，这最重要的，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石卯遗址东城门，然后还有皇城台遗址现在都开放了，大家可以去看。但它有外城内城，你其实去到当地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么大的一个城址，应该聚集了很多相对大量的人口，它用水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石卯遗址的平面设计图上面还发现了这种玉刀啊，和有玉葛一下，这个玉葛或特别的稀柔，上下2个，这既然石卯发现的，上面石刀呢有点像二里头文化内容，当然二里头不应该时代比它早，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200多年，这个刚好是二里头的上限。公元前4300年到3800年的石卯遗址，石卯古城出土的这种多孔玉刀，下面是一个玉章，这一时期的这种我们叫后一代人可能叫玉葛，但实际上都可以称之为玉章的这种龟形器或者葛形器、章形器，都是这种祭祀礼仪所使用，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可能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穿孔的啊，直接我专门看放大之后看它那个孔是怎么打的。
这个玉章有点意思，你可以看到啊，细节呢咱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你叫它石章也行，玉章也行，它这个孔是个管钻，最开始打的时候是打在这儿，然后它又错位了一下，在这儿一个打了一下。这个都有这个圆并不是很圆，都可能只存在这种现象。这个也是，这儿先打到这儿，然后就又在这个往左的位置再偏打。玉章头、玉阁，它叫玉阁，你叫玉章也行啊。但申卯一指世贸一指东城门外，13年发掘的玉皇。为什么要单独讲它呢？为什么它有匪牙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匪牙特别有意思。右下角继续点点赞呗，左上角点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你上高速。本来园林9点半结束的话，现在还有20分钟，但是我才讲了一点点，明天继续吧。啊，本来说7点讲的，9点差不多2个小时，怎么把这个展览讲完了？好，陶寺遗址出，这个也世贸遗址出土的玉皇，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它可能是一件连多黄玉璧的一件，但是它现在只有2个了，因为它右边这个孔没打上，左边这是打2孔，应该跟另一边有一个穿记。但表面呢，我们注意值得一看的是，这是上面一个这有匪牙，而这个匪牙是模仿什么？是模仿。我个人认为是模仿那个叫后世亚河文化也好，良渚文化也好，那种神徽符号的边缘，就是他们是极大的融合的，由原来去抛弃那种细节的纹饰，只是说继承了剪影，再到把这种剪影融入到当他们有更强势的一种文化神气上，或者说是玉器上，他在他的钠或者搁身上做这种翡棱状的装饰。这种翡棱其实想表现的是来自于良渚也好，还是现在武警文化的玉神人那种神翡棱及剪影。这是帽饰嘛，芥子金冠，然后向两边延展，它是对称延展的。这边之所以少啊，你可以看到这2个是对称的啊，在外侧是这样的对称的，叫这个翡棱，还在更外侧有一个对称的翡棱，它是中轴对称的，但是没有做完，或许这边损坏了啊。玉器玉章，安卡保佑，安卡在这里。我们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头来我办公室可以看一下，我们办公室有安卡、圣雅铜，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我们现在这个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最新的藏品啊，几片枯树叶子，是来自于那个毕加罗卫城。还有佛祖的1/8舍利处，我刚刚从那个尼泊尔带回来的。这个花已经干瘪了，因为它是有机质材料啊，我又不能整个2个佛祖的舍利过来，只能捡几片那个菩提树叶的树叶子，还有花儿。佛祖拈花了啊！我这还有什么？这个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开玩笑啊。这个是撒马尔罕的松塔，还有那个阿斯旺的那个花岗岩，东大寺的瓦片，齐家文化的玉，还有什么仰韶文化的石器啊，这都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皇这个玉玄机啊。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玉玄机，你可以叫出崖壁，它的模仿还是来自于现在看有人学者就认为它来自于西辽河地区这种玉蝉跟玉璧的组合，逐渐的那种玉蝉跟玉璧，这儿其实还是表明了一个它这个上面有蝉纹，这个所谓的翡牙是玉蝉的一个造型的痕迹，就是在这个头部和它的身躯之间有一个凹棱，你可以看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当时的人可能是大概知道这个玉牙的造型是这样的，到后来越来越这个凹槽都没有了，就变成了单纯的翡牙。至于现在很多博物馆和有些学者就认为它是所谓的玉玄机出自在玄机玉衡以及其正啊，是一种观天象的仪器啊，都是瞎说，或者觉得他们想象度过多了，这有点像玛瑙啊，这个器物。可以看到它其实也好做，它只是说
把这个磨掉之后，然后在这儿切了一刀，遇崖壁遇产，微微驰骋。安卡保佑，沈阳博物馆叶文之同学，你在沈阳博物馆工作吗？我还专门有一年去过沈阳博物馆，去专门看了河南省郑州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批收了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就是为了找有一件我从来没见过的青铜鼎，我是跑到沈阳才见到的。后来它就常展了，后来就好像就在安阳新区博物馆常展。世贸古城有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结构组成，城防设备完备，是已知最大的史前城池，其内城外城环套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格局之先河，有马面瓮城门前广场，这个都比那个以前我们认为的有马面的时代推得更早了。世贸古城的全景啊，世贸还有那个它的先墓皇城台啊，这是山西毕村吧？啊，不是，是皇城台。世贸古城出土的右边那个罐子就非常具有那种斜肩折腹的罐体，就非常有陶瓷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就孤立了，我觉得特别神奇。高领域陶罐，蛋形陶瓮，吕梁，这是山西毕村的，但是也属于陶瓷文化，就是北方的石城。现在最近不是说有在陕北地区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那种石头城吗？石卯毕村天风坪为代表，公元6500的石城聚落在陕北晋西北大量出现。我跟你说，它什么叫现在认为穷的地儿？真穷。为什么？因为长期缺水，农业发展不前。晋西北地区也是，你以为晋西北只有李云龙铁三角啊？还有什么几个字穷？那个地儿是真穷，因为还缺水，陕北也缺水。但是又做石头城，这可能是当时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时候，那边的气候条件、水文条件要比现在好，而且等江水量1400毫米向西北移，是跨过来我们现在的农牧交界线的，所以这里能产生较大规模的文明，农耕文明，它肯定是定居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距今4000年前继续扩张，普遍分布于东南新疆天山的整个北方地区。这说明什么？等降水量，气候温暖湿润，等降水量线继续往西北移，才会出现这种就强势的文明。目前已知史前古城600余座，现在更多。毕村遗址毕村也有城墙这个也是有一个瓮城进来之后先有瓮城，它也是做了一个阻挡，它做成理念都很像。天风坪遗址也是在毛毛上梁上。好，这个玉琮还是不错的，这个玉琮就带有相对明显的有其他文化特点了。其他文化的玉琮有一个特点是它做了一个方筒形的一个玉，内圆外方，去方取圆。什么意思呢？中间是圆对吧？它原先是一个注意方柱体，然后怎么把这个圆描绘到去方取圆，在它的四角磨去边角，是把方形的造型改变，物理改变，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叫去方取圆，这叫短。这个射口如果长高的话就叫长射口，如果短的话短射口。专门看，但是它因为是去方取圆，它在边缘这个位置就没有办法做到它这个方和这个圆有一个明显的边界。比如说这个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圆外圆，它没有，它是跟每一个侧面的方面的保持的一种怎么说呢，留了一个痕迹，所以这叫去方取圆，就跟其他文化也很像。玉琮毕村采集，沙火锅采集等，这个器物是十分的重要，十分的重要。再说一遍，十分的重要。大家有对齐家文化有所了解的，应该知道甘肃地区，甘肃正宁县有所谓的齐家正宁晋宁县，晋宁七宝就出了四件齐家文化的长玉琮，4件齐家文化的玉璧，实际上4件那天有一个现在叫晋宁七宝，实际上是4件玉璧4件玉琮一起叠着出来的。就当时最起码齐家文化来讲，璧跟琮这种器物组合可能就有一定的联系。右下角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主播带你看展览行不行？
啊，只不过瘦了之后，那个确实有一种他们程序员的劲儿。我现在看自己的样子啊，看自己的样子就特别的像我那帮子搞 IT 之后融了钱的同学。我本科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啊，我那帮子跟在那种大的国企、大的那个大厂做高管、做中高管的那帮人和做科技公司的人，我现在就越来越像他们了。我为什么要说提净零七宝呢？因为净零七宝大家可以查一下净零七宝什么样子啊？我们可以现在是稍带手查一下，其中出土的有一件瓦钩纹的玉琮，长玉琮，就是跟那一样。那件玉琮是齐家文化绝无仅有的，因为齐家文化的玉琮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什么？都是素面的，纹饰极少。只有在净零七宝当中出土了一件瓦钩纹，一件那个阳线旋纹的玉琮。我们可以找一下微博小红书都可以搜索净零七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净零七宝这件也是我看这个夏文化展览的一个惊喜啊！这是净零七宝那个有凸现旋纹的一件，我在有一年在去年的时候去看，见过一个这个齐家文化博物馆所藏的净零七宝，大家可以看到啊，就这个净零县博物馆所藏的这件玉琮，这就是这个玉琮的上半部分，很有意思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拿这个展览的照片，展览那个当然展览的照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尽量就去，因为我刚刚接到了一个微信，我们的同事本来我们10点钟还有个产品会，我同事现在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加班，我正好多讲一点，等我等等他吧。这是半个玉琮，都非常的。还有就是绝无仅有的这个这个像螺栓跟螺母一样的，像个螺母一样的六面型的玉琮，短射口六面型玉琮。还有圆形的这个是高岭玉贝，这个做的时候预留的，我可以理解啊。还有它毕孙遗址出土的这种相对较大的绿松石串饰，可能来自于北方。这个齐家，我觉得是跟齐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玉簪吕梁是闭村采集，你说你将来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去这些遗址啊，我们可以去发个团去采集啊，捡到什么算什么。单独的玉璧啊，三皇组玉璧啊，短玉黄，这个末端为玉鸟的玉黄，玉圆，三个匪牙。这个也是一个已经高度几何化了啊！他们其实是融合了，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玉出崖璧可能是来自于西辽河地区，然后呢，这种翡棱式的装饰是来自于良渚文化或者是南方的后施牙河文化的玉神人的剪影，它的那个芥子形冠的装饰。那就融合到最后呢，在山西晋北地区的毕孙遗址就出现了这种出崖应该叫三崖璧、三崖翡棱玉璧这个翡棱就多种的神徽的符号的一种融合。好，对称的这两个，它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它摆别这么摆，它很有可能是2对1，啥意思啊？这俩孔啊对齐一个孔，这样的绑着方便，不是俩孔对俩孔，是俩孔对一个孔，这种叫双黄玉璧。
三黄玉璧啊，但这个三黄玉璧呢，我值得看的是，那么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最起码可能不是同一块玉料上的，也有可能是一块璧啊，做了3个分割，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它听钻的痕迹。还有绿色，它有可能它是不是带翡翠啊？开玩笑啊！黑色的玉璧和翡牙，我专门拍了一下对称的，中间一个两边俩，因为它这个神人面就是对称的，有的时候那个神它这种包括玉钺上的这种翡牙、玉章上的翡牙都很有可能是来自于那个齐家不是齐家了啊，是那个良渚或者石家河文化那种神人的剪影的，它吸收的这种血挺杂的，你就是这样。带翡牙的玉漆啊，这两侧翡牙中间圆孔，磨石、石磨盘、石磨棒，新石器的拼工了。王朝崛起啊，刚才讲了，它其实呢，它在这个时期夏文化对晋南的影响，我们有陶寺的影响，同时期还来自于北方石卯文化的影响。举了2个例子，石卯遗址跟山西毕孙遗址，然后陶寺遗址。现在王朝崛起呢？这时间呢还是一个时间脉络啊，到时间崛起的时候石卯怎么还石卯一针去了？神皇这个玉牙章夏王朝世系表从1到17王，太康、仲康、少康、祝、分啊，还有一分呢，芒、谢、不将、君、锦、印、浩、发、节。基本上印甲跟孔甲是这样，14这越到晚可能大家对的越上。夏王的世系表，那进入这个部分的时候，天下雨季啊，就是它又扩张了嘛。原先的认为这个那个石宝文化和陶瓷文化对应的纪年玉器，其实它应该还加一点，就是相对于4300年前3800年前的这段时间的玉溪地区或者洛阳盆地地区，它所表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跟考古学文化的特点，你对比一下。都说晋南玉器了，你不光有晋南啊，你连晋北都搞。天下雨季，在波澜壮阔的治水史诗中，夏王朝呼之欲出，大禹政。当然，早期治水可能是跟建立军事统治或者是有关。晋都阳城，禹都阳城，现在认为一般在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嘛，河南话叫禹都阳城。奠定夏王那个地儿叫王城岗，也叫望城岗。因为这河南话这个王啊它不分，所以老先生们讲叫望城岗。征伐三苗，它可能是对南方北方的，看这征伐三苗可能是庙底沟2期文化对南方的，就新石器时代是末期的或石家河文化进行攻伐，打的他的这上千年都没缓过来。涂山之会，万邦来朝，现在就认为与涂山之会现在不是那个涂山，当然辽北一说，洮河登封王城岗出土的，这个就比较的明显的下二代头文化特点。网状的陶鼎，洪水黄河流域的洪水遗迹啊，这个其实吧，我觉得是个这，你要是说这个洪水哪家遗址，它就不是洪水，它是泥石流啊。虽然说黄河流域吧，但是它这个治水啊，跟那个黄河下游这个治水，它是一个，它洪水来不来呢？洪水来的时候，它未必是说我们现在看黄河下游、中下游看到的洪水和这个哪家遗址人类经受的那种灾难性的灾难，它并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咱们现在看哪家遗址那3、4号房址，我去过那个地方啊。等风话说了不带，那是我在郑州工作过很多年。因为他们这个我这么放着吧，这样的话我还可以看到我自己。黄河流域洪水遗迹，但是那个哪家遗址它并不是一个洪水遗迹啊。首先说好，它是一个泥石流遗迹。你可以看见他们那个地方叫积石山，它这个地质情况不稳定，这个下大雨之后形成堰塞湖，到包括泥石流，它冲过来的时候是一种毁灭性的或者是极端的地质灾害。
啊，跟黄河纯粹的黄河河水啊，这河南的啊，我们先回复一下，有人说的那个我听河南全省说话一样，听我们山西有的乡邻县都不一样。河南说话这个全省它其实是有区别的，信阳话和那个安阳林州话它都不一样，胶州话也不一样，你自己听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我说郑州是有点郑州口音的中原官话，郑州啊。探索大禹治水提供了可靠的地质性考古材料。但是那个二里头遗址的史前洪水文化堆积，这个确实是有的。当时就是黄河呀，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黄河母亲嘛，黄河母亲最喜欢拿什么？拿鞭子抽你们，所以他老改道，所以泛滥。所以与此对比啊，黄河在这个北纬30度线的这个黄河流域的这个文明啊，天然条件它就不如尼罗河文明。为什么？它尼罗河文明就是所谓的古埃及文明，为什么成熟的早？因为它的积累，它是容易积累财富，而黄河不一样，一会儿泛滥了，一会儿泛滥，还不稳定，还经常干旱，那个季风气候。那尼罗河水那个水波不兴啊。尼罗河水啊，水波不兴啊，而且它定期泛滥，它希望它泛滥，它不泛滥的时候，你还要祭祀它泛滥，为什么？带来了丰富的那个有机质的土壤，肥沃的土壤。而黄河不行啊，黄河一泛滥，那水里边那都造成大量的盐碱地，那你土壤的肥力都被带走了。所以我们是治水的文明，所以我们中华文明，中国的我不说那么大啊，不叫中华文明。所以我们文明当中有一个很古老的意识，就是储蓄。埃及人不储蓄，因为每年都会来嘛，都会泛滥嘛，这也是养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黄河流域洪水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个是二里头遗址的大的坑。对啊，这是登封王城岗，这个好，这个是那个登封王城岗出土，原像藏于河南博物院的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容器的残片，就证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最起码就是我们认比夏代更早的，咱们现在发现的完整的就是青铜容器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文化2期，再早就没有了。这个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容器的残片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当然，晚期有没有一些墓葬里的周代的商代的墓葬里面出土更早的一些青铜容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呢？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啊。青铜容器碎片，王城岗出土啊，兵工许这里没借到保利博物馆的，因为保利博物馆其实可以借啊。就问他一点，大家谁在北京的朋友们，其实是可以去花20块钱门票，就可以去保利青铜器博物馆了。保利博物馆去看一看，它好像它大型节假日是休假的。兵工许，天命与浮土，随山循川，垫高了。我们看一下铭文啊，这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这个器物啊，还行，但是它铭文更重要。天命与浮土，随山循川。因为天命与大禹礼定九州疆土，削平山丘，疏浚川流，最起码在西周中期的人就这么认为。有意思啊，陶瓷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些玉器啊，都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哎，我们刚才看，当时我们拍照的时候没有看到，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啊，特别好玩，看一下它到底后面拍没拍名牌。这几件玉器明显带有石家河文化的点，后石家河文化那个玉蝉，而且这个也是，这个是玉蝉、玉管、玉皇，而且这个玉皇特别有意思，它应该是一个璧，恩皇祖玉璧哈，恩皇玉璧当中的一块，这个打2孔，这边打1个孔，为什么？因为它对应的那个皇上面一侧打了1个孔，一个打2个孔，2对1啊，这个绑缚更好。
这个是当时我没有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放大看一下，有没有？9点40，我看一下照片还有多少啊？好家伙，照片我才讲了一半，明天可以继续了啊！我就觉得一个展览讲2天挺好的，我可以2天都有的播，还可以多看看。我们大概是8点11刻钟开始的，现在我们讲到8点45嘛，还要讲10分钟啊，我们1个半小时，这样我留10分钟休息一下，因为10点的时候我要跟同事开一个产品会。关注吧，这个挣钱不容易啊！关注追剧文化，我觉得自己迅速提高。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左上角点点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主播带你看各种各样的展览，都是早期文明的。你让我讲书画，我也讲不动。书画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合作老师，亲爱的李涛老师。好，这个可以给一个半神人面，它是一个人的侧面啊，神人的眼睛跟嘴巴都被雕刻出来。后世亚河文化。这个也是玄文的，它似乎像一个玉泉杖的一个末端，一个尊。遗址文化时代相关发现与研究啊，王成镐、施家河与惠村。施家河文化其实它被现在看的话，它应该是被北方的庙里沟2期、庙里个，也就是认为的所谓的禹中3苗这个时间段相符合的文化南侵啊，直接打它1000多年都传不过来气。龙山文化呀，遗存施家河是距今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晚期是公元前2400到1900。还有与惠村啊，与惠村不提了，因为现在都说与惠村并不是这个又重新更正了一下。大家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明天会继续播。我们还现在5月11号，下个星期我还邀请的李涛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去讲解这个7月份我们去俄罗斯。王成镐遗址、施家河遗址、龙山文化中期为主的佩利冈2里头商周文化遗存。禹征3苗，西者3苗大论，天命极之日，高阳乃命玄公与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与既克有苗，既以克有3苗，淹没为山川，别无上下，亲至大吉而神明不为。陶罐您继续预约吧，因为我们这个咱们一块讲这个展览，因为有些时候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展览讲一讲，我做这个工作的嘛，再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还能提高一下。与惠村的东西，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博物馆的时候看他们介绍，就这些东西都没用过，就专门挖了一个砍击的一个坎一个坎里祭祀，它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的极其特殊条件下或者说偶然的一个产物，就祭祀遗存。去俄罗斯多长时间多少钱？7月上旬7月中旬吧。大家7月10号到7月18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追景文化公众号，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看到行程，也可以在追景文化公众号还有小红书当中搜索俄罗斯，也能够看到相关的行程。大概多少钱？我记得2万多吧，2万多。陶鼎、陶龟，这种陶龟要有一定的2里头文化意义有夏之居夏朝初建立的时候，王权秩序动荡变局交织并存，并通过军台之想，这还是讲文献。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像我们同期这个展览我去的时候，我们跟着有一个合作老师叫王仁祥老师，虽然王老师研究的主要是南北朝时期的那个山东青州造像，但实际上他还提了一个，他就觉得这个展览其实可以做得更大，比如说这个同时间范围内全国的一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是什么样的，然后由放大之后再缩小。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山西省博物馆的微博，邀请的张海老师做的讲座，非常有启发性。7·2出现后一代下的政治变局这都是文献当中所说的。网格纹陶粒为什么叫陶罐吧？就有足你齿口、重唇、竖颈。播的哪个馆？山西青铜器博物馆所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展，叫夏时期的中国。
它这个夏时期中国，我们首先认为夏时期，首先叫夏时期的中国，你就确定一件事，这个展览是什么？说明他认为有夏。夏是这个存在，夏文化不是套用孙庆维老师的话来讲，夏文化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如何识别的问题。那么首先夏时期的中国，那就认为有夏，那时期是什么时期？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这是夏时期。也有可能你可以认为是公元16世纪到公元18世纪，二里头就是夏，夏就是二里头，它没有更早或者更晚了，那只有200年，也可以。但是这个展览的话，最起码它是往前追了的，是公元前2300年，也就是距今4300年到3800年的陶瓷、石卯都有提到。那夏在哪儿？晋南玉溪，时间呢？距今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那在这一时期的全国范围的考古学文化都其实可以放大之后再缩小。小花寻城记杭州，你这个姑娘，你这个我刚才关注了主播的小花寻城记杭州，这个好像是我们同业但我不做那个城考我不做那个城市走读，很少。这是二里头文化的出土的这种陶罐这个是釜陶豆也行，这个应该叫陶豆。网格纹的扁足底，新密新寨儿遗址，新寨儿遗址出土，认为是嵩山以南唯一一个嵩山以南的就是二里头有夏文化重要遗址。瓦店新寨花里嘴。讲到这儿，我跟大家就说再见吧。然后明天从这个地方开始，瓦店新寨花里嘴，之前的是庙里高二期，那个文化遗址叫什么石崖河，再到雨辉村，这里是瓦店新的禹州瓦店、新米新寨、郑州花里嘴。但是术语比较多等会儿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分析。我们从这个展板结束，我们可以预约明天的展览，可以预约下右上角你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我们继续21号，我应该是21号、16号都会进行几场直播。好，今天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关注追记文化的公众号、视频号，然后浏览小红书搜索追记都可以了解我们。拜拜，明天见。我们这个讲了一半，挺好，下次明天。好，大家晚上好。这本来应该是在1个小时前就开始直播但是确实是没有吃饭，然后下午的事情还是多。不过7点如果能播的话，我实际上8点半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已经8点17了大家晚上好夏时期的中国，这个展览其实在4月，我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我要跟一个叫山西太原的